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还是梦里吗？我是谁？没撞过大运，加个班倒是穿越了。这心脏都被洞穿，也能活过来，只是这开局多少也有些凄惨了。快开门！秦将军回来了，定是得胜而归。怎么会突然昏倒了？我好像睡了很久，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似乎是之前的那道蛇纹，必须要回城了。若是时间长了，被当作阵亡人员注销了户籍，回不去玄氏王朝的话，也不知这天下之大，哪里才是容身之所。对了，差点忘记这个，当兵的怎么会把剑丢下？这当真是鬼斧神工。我本是先锋营士卒，跟随秦将军出城迎击敌寇，只是不幸负伤昏迷，沉睡至今方才醒来。秦将军早已在数日前回城，昏迷这么多天，如何还能醒过来回城？战场昏迷，这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何况还是3天。全军覆没。说，是不是海盗那边派来的奸细？若是不信，你便带我回营，自有营中弟兄为我验明正身。只是你们这种对待我们出征弟兄的态度被秦将军知道，这份窝囊气就算我可以受，也不知道秦将军会如何处置尔等。你个牙尖嘴利的小娃，捆了！带回大营，交给将军盘问。这先锋营竟然还有活口！你说你是先锋营士卒龙颜？小子是。但在名册上，你已经是个死人，整个先锋营无一人生还。回将军，小子在战场负伤昏迷，醒来时战事已然结束，也是回到城中才听闻已然过去3日。哦，我已命人收拢了所有士卒的身份令牌，如此死局，你又是如何活下来了？小子不敢欺瞒将军，至于如何活下来，我也不甚清楚。你可有凭证？小子年方13，家住龙游城西的青石山下，自小与爷爷相依为命。年前爷爷病逝，小子便应召入伍，加入到先锋营，未能建立功勋，还差点战死沙场。核验名册。禀将军，籍贯、年岁、征召记录皆能对上。自家兄弟受累了。小子这昏迷数日，粒米未进，只是醒来后简单喝过几口雨水，实在是有些扛不住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家去吧，等待军虎召号，重建编制，再征召你入伍。嗯。
如此威势的一剑，也似乎无法破开某些枷锁吗？这方世界，看来远比我想象中还要神秘得多。严哥，你回来啦！小石头，李叔，严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之前见到队伍从城外回来，我观望了许久，一直没能见到你回家，在家中等了几天。父亲从军营回家时，见到你门口晾晒的衣服，才知道你回家了。我们就一起过来找你了。小石头，你先自己玩会儿，我和你严哥聊会儿。龙岩，你的伤已无大碍，李叔，只是我这学艺不精，未立寸功，反倒是成了跑我的拖累。回来就好，当初不该让你年纪轻轻便去从军，谁料海盗竟能跨海而来。先锋营如今也只剩你一人，其余将士都已染血沙场。如今战事频发，也不知海盗何时又会席卷而来。我如今孑然一身，若是龙游再起战事，我想重归行伍。我不愿做苟活下来的那个人。难得你有此心性，往后的日子，我若有空闲，也来与你操练几招，以免以后战事再起，再无防身手段。战场太过凶险，多学一份本事，便多一分活下去的机会。那就多谢李叔指导了。这剑招竟如此耗费心神与体力，这蛇纹可能蕴含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秘。罢了，还是练好基本功吧。小严，看招！我像你这么大，能把柴刀握稳就不错了，哪敢想耍剑？你这小子真是块练剑的好料子，现在已有我几分火候，再练些时日，怕是要把我这石老虎比下去了。李叔，您说笑了，这不是战场地没有使出全力，处处都在让着我。嘿，你少来这套，我几乎没留手。哈哈，你的进步速度远超常人。现在就算是军中老兵，也无人是你的对手。不过，除了那位，坐。最近北方战事频发，我估摸着我们龙游城的太平日子也快要到头了。我在军中听闻，之前那伙海盗似乎又有卷土重来之势，要不了多久，可能又得闹出动静。既然如此，我想早日归队，既能再好好磨练磨练身手，要是真的打起来了，我也能及时出一份力。啊，我回营替你打探，有消息就来告诉你。李叔，成了吗？能归营了？小严，事情成了，只是这规矩不能废了，还需要考量一番你的身手。明日你便随我回营。将军，难不成认识我？明日见了面你就知道了。将军，先锋营龙岩带到。知道了。原来是将军您。不必多礼，我们也算故人。前次海盗来犯，我破军营主力正驰援西岭，秦将军没办法，才让刚组建的先锋营顶上。路途太远，援军赶不及，才让弟兄们。但先锋营没有孬种，若不是你们死战不摧，龙游城怕是也是要被战火所覆盖。本将姓楚，名奎，现为破军营营主。昨日李虎把你夸得天花乱坠，我且问你，伤势可痊愈了？多谢将军关心，早已痊愈。好，既上过战场，便不算新兵。虽有李虎担保，但军中规矩，实力为尊。你若通过考测，可直接入我破军营；若火候不足，便需在新兵营再打磨几月。随我来，你去，与他们逐一切磋切磋。让我们看看，这块石头里到底藏着几分玉。请。承让。不错，你们10个一起上！实力也是不错，
在10人战阵下仍旧能有抵挡招架，不过还是太过年轻。一直防守，如何能够脱身破局？糟了，是蛇纹。军中所学剑招，只求杀敌保命，最忌花里胡哨。你这一剑却专挑破绽，意在先发制人，诡谲难测，根本不是军中招式。说，你这到底是跟……我也不知为何，只是感觉他们步步紧逼，下意识想要脱身突围。我时常与龙岩交手切磋，他的剑路我非常熟悉，也是我一步步看着成长的。许是因为学了我的剑招。将军您也知道，我在沙场上所练就的，皆是一些应急搏命的路数，许是一些招式被他瞧着学了过去。不敢欺瞒将军，当时实在慌了神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脱身。如此说来，倒也合理。龙岩，此番切磋下来，你的本事已然具备入营资格，后续便你编到李虎队下，听从他的调遣。一切听凭将军的安排。罢了，能再入梦也是侥幸，怎敢奢求更多？这蛇纹竟然能有如此真实的传承！小严，跟我来！楚将军急召。人到齐了，便说正事。你们也知晓，海盗有卷土重来之势。刚刚收到书信，海宁府的海盗已全数退去。看路线，似是沿水路往龙云而来。唤你们来，是因你们几个是破军营中身手最拔尖的。这段时间需加强沿海防扇，谨防海盗渡江登陆。唐青、胡炳听令，命你2人回营，挑选精锐20，每日辰时至申时沿海巡逻，务必谨慎隐蔽，密切观察海盗动向。是，我等领命。李虎、龙岩听令，在。命你2人也选精锐20人，每日戌时至寅时巡逻，同样需隐匿身形，不可暴露。此番李虎为主，你做副手，多听他安排。上次上战场险些丧命，这次千万当心。是，将军放心，我一切以李叔为主。去挑人，夜间巡逻，让队员们白天好生休息。以此地为界，沿着岸边各自寻觅隐蔽。李叔，海上有几个小法。小心戒备，有海盗来袭！是。李叔，一共6人。不好，他们要点火传讯。其他人原地待命。龙岩，随我上。什么人？速战速决，灭火！
走吧。火虽灭了，但方才那片刻光亮，不知是否已被远处的海盗瞧见。若被察觉，龙游城怕是难逃一战了。玄蛇王朝果真是不得流油，海宁那座小城就捞到多少宝贝？等拿下龙游城，叫他们连裤裆里的土板都吐出来！禀大王，浅滩那边火光闪了一下就没了，怕是我等的弟兄都折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大军压境，便从正面撵过去，待到龙游城破，金山银山都给老子搬回家去！海盗的探子已摸到了眼皮底下，大战就快要来了。是。回来了，辛苦，先去歇着吧。昨夜与浅滩突遇海盗斥候5人，已尽数格杀。卑职推断，海盗主力恐已加倍。你的推断多半没错，敌情不明，兵力心寡未知。城外那片林子，日后巡抚房只需加倍警惕侧翼。正面下去，我龙游高墙后，绝非海宁可比。只要守稳城墙，休想越雷池一步。将军所言极是，我们龙游城就算海盗众多，只要坚守城楼，海盗定会知难而退。该来的总会来。你说，这些海盗会不会转道往别处去了？虎哥，我跟你说，最近听闻家中给我寻了一位良家。就等着咱能够回家去见见嘞。你个老光棍也有人能看上啊？虎哥，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。当年听我母亲的话，男子汉就应该从军入伍，天天躲在家中像什么话？那年我从军时，背着一把柴刀，边跑来军营了，那会儿可引着旁边的人直发笑呢。我要是有你这一半的功力，何至于光棍至今？何叔，您说的太过了，我也没有像您说的那般厉害。虎哥，你可得许我一些假了。等这段日子过了，看看楚将军如何安排。但现在还得打起精神。好了，大家先不聊了，老规矩，各自找位置隐蔽。明白。娘，再过些日子，儿子就可以回家看您了。哎，这鬼天气，说变就变了。动手，各自寻找目标，一个不留。娘。李叔，小心！集合，有敌袭！竟杀我这么多兄弟！就凭你们，
弟兄们已经血洒当场，活下去，为死去的弟兄报仇。破军陷阵，有死无伤。破军陷阵，有死无伤。破军陷阵，有死无伤。老花，杀光他们！你需要力量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拥抱力量吧，唯有力量，你才能掌控一切。现在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这片海域的主人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跟着龙岩，杀光他们！握紧长剑，让我赐你无穷力量。他们，我的力量无穷无尽。只此一次，自求多福。怪物，他是怪物！看看你周围，这些都是你杀的，你的兄弟们都在看着你啊！别听他的，杀了他，杀了所有人。我们的力量就在眼前，别听他的，杀了他，杀了所有人，我们的力量就在眼前。你在干什么？杀光他们！你不想报仇了吗？我做了什么？萧炎，你怎么样？
我没事。你醒啦？你这次月考语文考了140，厉害死了！我不是在龙游的树林里吗？怎么回到高中了？只有语文认真答。你发什么呆呀？考这么好还不开心？没有，开心，当然开心。周琦，快出来！找我干啥？好久不见。你没发烧吧？咱昨天不还一起打球吗？没有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语文考了140，你呢？啥？你考140？我才120，你天天睡觉咋考这么高？哈哈，运气，我就来吹个牛逼。走了。喂，你上来干嘛？我喜欢你。我知道呀。龙岩，醒醒！你别吓我，醒！龙岩，醒醒！回去后，就说昨夜是我用了火油烧退海盗。胡哥放心，我们晓得，如果没有小严，我等怕是全部埋骨于此了。这座城不仅藏着百姓平安，也藏着他必须面对的命运。辛苦你们了，回来就好。现在弟兄们去治伤休息。详情容后禀报。
带2队人去城西林地，收缴兵器，收敛弟兄们的遗体，务必一个都不能落下。遵命。你们先回去歇着，我背小严回去。胡哥保重。赵显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但时局如此，玄蛇王朝气数已尽，你为何还要死守着孤城？孤城又如何？无缘又如何？只要我赵显还有一口气在，尔等休想叩开龙游城门！犯我玄蛇王朝者，虽远必诛！你醒了，做噩梦了。现在已经是第2天傍晚了，你这一觉睡得可不踏实，翻来覆去的，嘴里还喊着杀，都过去了。李叔，谢谢你。吃完歇会儿，我们得把昨夜的情况禀报清楚。大战江海里，始终挥之不去梦中那片血色沙场，还有赵简将军那句仿佛穿越时空，犯我玄蛇者，在他的耳边久久回响，虽远必诛，不绝于耳。将军，李队正与龙岩到了，让他们进来。最近辛苦你们了，弟兄们的遗体我已派人收敛，明日便安排下葬，抚恤各自家属。谢将军。这次竟然又折损了这么多弟兄，我虽派人到林中查看，只知战况惨烈，但他们只看到残局，具体经过还得你们给我仔细说说。李叔，你来说吧。禀将军，昨夜我等按约定时辰到城西密林巡逻，此前海盗皆是从浅滩登陆，我等便将主要精力放在浅滩方向盯防，却未曾想他们竟绕道我们归而上。你推测的应是不错，我派出的亲兵也在山崖处发现此物。而且，据他们所带回的消息，崖下的礁石上还挂着几具海盗尸体，岸边停着几条未曾来得及开走的小筏。昨夜海盗溃败后，确实是往崖边逃去，想来便是靠此物攀山偷袭。继续说，昨夜偷袭的海盗至少有50人，我等拼死抵抗，杀伤过半。剩余海盗逃走时，我等一是伤亡惨重，亦未能留有余力追击。据前兵所说，现场出现的黑炭一般的尸体碎块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回禀将军，那是卑职随身携带的火油所致。本是想着夜间寒冷，若需休息，可生火取暖。昨夜战况危急，海盗人多势众，卑职迫不得已点燃灌木，火借风势烧到海盗身上，烧死不少海盗，才将他们逼退。哦，真是如此。卑职不敢欺瞒将军。姑且信你。军医说，你的伤似乎很特别。将军，不必多言，你们先下去吧，回家休养几日。这段时间，尽量不要出现在营中。是，过几日我会派人换你们，随我去一趟秦府。龙岩身上的伤甚是奇怪，没有刀剑创口，全是鳞甲撕裂式的红痕，皮肤摸着发烫，像是被烈火烤过，却又没烧穿皮肉。你真以为替他隐瞒，就能护他周全吗？瞒又能瞒多久？过于平静的天气，往往预示着更大的风暴。走吧，
先去药房抓药，你这伤耽搁不得。海盗不会给我们太多喘息的时间。似乎已经很久没见过这般热闹的街道了。这几日你就住我家吧。这样太麻烦李叔了。你那儿冷冷清清的，连个生火煮饭的帮衬也没有。若是军中通知有事儿，咱俩也好一道走，省得我来回跑。走，进屋去，你身子流了热粥。趁热喝了，你那伤势军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，只能按照清热降火开个方子，但愿能有些效果。李叔煎的药肯定比我自己弄的管用100倍。就你会说，快喝吧，凉了更苦。含着解解苦。小石头每次生病给他煎药喝都嚷嚷着苦，我便经常多买些留在家中。这2年多亏李叔照应，教我功夫，现在又为我煎药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。说这些干啥？我爹在世时总说，当年若不是你爷爷拼死救他一命，这世上都没我李虎这个人的。你爷爷临走前托我照看，在军中将来哪怕没有大富大贵的，也能凭借一身功夫在这世道护自己周全。谁料，好在当初你是回来了，现如今在我眼皮底下，总不能再出岔子。不过小严，有句话李叔得问你，那晚的事儿，楚将军恐怕已经起疑了，否则他不会突然说要带我们去秦将军府上。秦将军乃是大将，我等营中小卒1年难见一次，你说他喊我俩同去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也不知楚将军到底打什么主意。小严，你跟叔说说，你身上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些日子我心里总悬着块石头，寝食难安。李叔信我，我便不瞒你，这蛇纹是上次先锋营出事之后，不知怎的突然冒出来的，之前连一点征兆都没有。夜里常会做些怪梦，梦见陌生的古战场，还有成套的剑招。醒了之后，那些招式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。可那夜在雪林里突然那样，浑身发烫，生出鳞甲，连剑都燃了起来。我自己也说不清缘由，就像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一样。你谨慎是对的，这般异状若是传出去，少不了旁人嚼舌根，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只是恐怕也瞒不了多久了。军中流言四起，再加上楚将军那心思缜密的性子，先等去了秦将军府再说吧。海盗没退之前，你是军中的功臣，楚将军不会坐视不管。你在军中总有人护着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当初从雪林背你回来时，你身上的伤看着就吓人，浑身红痕累累，皮肤烫得能煎鸡蛋。谁能想到才半个月，竟连个印子都没留，比小姑娘的皮肤还嫩。刚收到营里的信，楚将军吩咐了，明日回营集合，然后随他一同去秦府。准备一下，我们去秦府。检查一下马匹和行囊。是。海盗又要来了，这次的动静恐怕比上次还大。小孩，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3号海盗，
我没事。三位请进，秦将军已恭候多时。下去吧。坐吧。这可是上好的茶叶，当年朝廷念我守卫南方的功劳，特地御赐给我的。寻常日子我也舍不得喝，今日邀你们来，一同尝尝。好茶，清冽回甘，也只有秦将军这般功勋卓著之人，才配得上这御赐佳名。我等今日算是沾了将军的光了。今日唤你们来，是知晓了前些日子雪林遇袭之事。禀将军，此事乃是我的分内之责，只可惜那些战死的弟兄，再也回不来了。老楚已将大致经过告知于我，但有些细节我还是要当面问一问。我听老楚所言，有些地方我们还有一些疑惑，唤你们过来也是想要了解了解，希望你们能够如实回答。秦将军尽管开口，卑职必定不敢欺瞒将军。我听说老楚的亲卫在打扫战场时，发现一具相当怪异的尸体，那具尸体被一分为二，伤口处已然稍微焦炭，而其他地方也几乎全部烧焦。雪地中一些零散的兵器也被高温熔断，如此怪异，你们怎么看呢？禀秦将军，这是因为卑职火油所致。好了，李虎，这个理由说给3岁小孩听听也就罢了。龙岩，你来说吧。就会在你身上。难道将军曾见过这蛇纹？赵将军，此去一别，不知何时能再相见。走到这一步，已是别无选择。渡海之后，前路未卜。若能等到风波平息，或许还有归来之日，亦或许以后便再也没有了赵简。这偌大的万里江山，就托付给你来守护了。赵将军，千万保重！这蛇纹，我确实不是第一次见。很多年前，我的一位故人，他的眉心也有一道与你一样的蛇纹。那时的国家比如今更危殆，群狼环伺，山河破碎。我那时只是他麾下一名副将，随他南征北战。他战功赫赫，官至王朝的镇南侯，而我也是被他颇为看重，授予我一身武艺。他虽是上官，于我而言，已是授业恩师。而后的一场死战，被迫暴露了自己深藏着的秘密。这是
是这道蛇纹救下王朝，挽狂澜于既藤。而在战事结束后，时局动荡，强大如他，最终也被逼着离开了他守护了半辈子的家。最初还能偶有书信往来，到如今却是了无音讯，也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健在。20年了，不知将军所说的这位究竟是何人？正是曾经的镇南侯赵简。居然是他！你认得赵简将军？小子不曾有幸亲见将军，只是自那日从先锋营的尸山血海中侥幸活下来，得了这蛇纹之后，便时常会陷入一些光怪土离的梦境。在梦中，我曾有幸追随赵将军并肩沙场。当真如此？的确如此。梦中的场景正是龙游城外的沙场，我正跟随赵将军在城池前对敌，他的剑法如同霹雳惊空，所向披靡。这情景总觉得熟悉，可岁月太久，许多事已模糊了。你还梦到过别的吗？我在梦中也曾有幸观摩到赵潜将军的剑法，他的剑法大开大合，善于寻求机会主动出击。而在梦醒之后，那些招式竟清晰地烙在记忆中。想来这些时日武功进境之速，亦得益于此。怪不得你那日使的剑法如此怪异，几招之下便从10人军阵当中脱身而出。当时只觉惊艳诡异，如今想来，若是得到赵将军的招式指点，定不是难事。这样便也能说得通了。你竟然还学得赵将军的剑法！走，一起来演武堂。接着，与我过几招。请将军指教。小子学武不过1年，还望将军手下留情。你只管全力，我倒要看看，你从赵将军那里继承了几分真髓。小心了！随我来。跟我来。这便是当年赵将军在龙游城暂居之处，自那年一别，再无人住过。除了定期派人清扫，我不让任何人靠近这里。这是赵将军渡海前留下的。当年他走后，我曾数次派人沿此航线寻找，始终音讯全无。这幅图你收着吧，也许将来会用得上。还有一物，这是他远行前托我保管的，待时机成熟，交予真正需要之人。我翻看过几次，却始终不解其意。直到这里，我才明白他说的需要之人究竟是什么意思。这里再没有他留下的东西了，随我去书房吧。这是赵将军亲笔所书的剑谱，当年营中几位老兄弟都曾研习，可惜无人能得其精髓。我苦练20年，也不过堪堪悟出半时。你所用的那招惊鸿掠水，与赵将军当年所使仍有云泥之别。这本来就是他的东西，你与他有缘，或许这世间也唯有你能让他发挥真正的价值。
小严，你这段日子就先暂住在我府上吧。李虎和老楚先回营吧。住下了，我们也好时常切磋一番。是，龙颜愿留在府中。那小严便劳将军照看了。小严，这段日子你便安心住在我府上，你就当是自己家中，不必拘礼。留你在此，一是因龙游城外海盗猖獗，局势日紧，你随我一同操练，若战事再起，至少能在乱军中多一分自保之力。其二，你身上的益处，恐怕已在城中传开。月夜下粉雪林，身披鳞剑自燃。童子莫近瞧，小心火蛇寇难逃。的确，已有童谣在传，只是不知到底是何人散播。此事比我所料更快更广，看来当夜便有人将消息散了出去。从今日起，你尽量少在营中露面。我会命人告知老楚，将你调作我的亲兵，待到众人逐渐忘却此事，再做打算吧。是，龙颜听凭将军安排。赵简将军与我是上官，更是恩师，你也算是得到他的传承，便不必如此生分。往后在府中随你喊李虎那般，叫我一声云叔便好。云叔，小严，你眉心的舌吻，若非生死关头，万不可施于人前。这话你要刻在心里。我明白。不瞒云叔，当初发现此事后，便一直以黑金遮挡。你心中有数便好。当年赵将军，他也如你这般，一直隐藏着这道舌吻。本来一直无人知晓，世人只觉他是天赋异禀，乃不世出的武道奇才。直至山河破碎，为了守护龙游城，为了身后的万千百姓，不得不暴露了舌纹之秘。那时我便一直跟在他的身边，而后赵将军率军反攻，一寸一寸收复失地，终令王朝国祚得序。他因功封侯，荣极一时。既如此，赵将军为何还会离开？你在偏院见过他那幅字“一腔孤中朝日月，奈何深殿笼阴霾”。当年赵将军何等意气风发，京城发生何事我也不知。当年他找到我时，便再也没有之前的风光。此后1月，他昼伏夜出，朝中构陷，诬他身怀妖印，他被贬离开京城，却一路遭人追杀。在某次袭击后，他从杀手身上搜出这个，所以赵将军认定王朝也容不下他。的确如此。最后一次见他时，只见他披头散发，一脸憔悴，哪里还有半分镇南侯的威风？他告诉我要离开玄蛇王朝了，而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则是放心不下的始终是这片山河。原来赵将军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的。小严，这些话我埋了20年，今天说出来，不是因为你得了他的传承，而是因为我看得出来，你很可能要走他走过的路。云叔，您将地图交给我时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猜测，还有赵将军留下的那幅字“一腔孤中朝日月，奈何深殿笼阴霾”，我看第一眼时，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但您将往事说完，我才算明白了个大概。您可知道它究竟来自何处？这令牌我查了20年，至今毫无头绪，但大抵能猜出几分。能在京城布下那样的阴谋，能让堂堂镇南侯狼狈至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沙场剑法，首重保命；阵前抛掠，在于审时度势；乱军之中，保命为先；察言观色，在于显威；察冷热，可知谈话时长。
雪开始融了，不知这份平静还能维持多久。小少爷，地上滑，您小心些。等咱们清扫干净了，您再出来走动。有劳虎伯。小少爷还是这么客气。您来府上1个多月了，初见时便是这般谦和模样，如今还是一样。秦府，仆人有人心。紧急剧情，速带我去见将军！李虎，你匆匆而来，应该不是专程来看小妍的吧？将军，海盗大举来袭，巡逻队在龙游东南浅滩望见至少30艘海盗舰船，正朝岸边逼近，请将军速速回营，主持大局。走。老楚，说说情况。禀将军，海盗船队共37艘，已于半个时辰前全部靠岸登陆。据哨探回报，登岸人数不下5000。5000，如此规模，已非寻常劫掠。他们要的是龙游城。禀将军，营中现有可战之兵2173人，其中老兵1042人，余下皆是去求东漠新墓，操练不足2月。救援呢？已派快马往海宁临昌，但海宁上月刚遭海盗袭决，元气未复，恐难抽调大批援军。临昌城小兵寡，至多能派300人，其余城池距离太远，怕是远水难救近火。先去城楼。上城墙！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你要面对的。将军，趁他们立足未稳，末将愿领一队精骑出更冲杀，打乱他们的部署。不可！他们卸货的队伍外围始终有迟钝的岗哨，远处的树林边缘人影晃动不止，这分明是诱敌之阵。王老将军说的对，海盗敢如此明目张胆扎营，必有所示。我军兵力本就不足，若贸然出城，便是将龙游城拱手相让。传令，城门紧闭，轮守守城，滚木掠食备足。我们没有犯错的参谋，只能守到他们疲惫，守到援军到来。搞什么？这敌人还没上来呢！他娘的，都开春了，怎么还这么冷？等咱们打进龙游，住进有钱人家里，老子要一天换一个娘们暖被窝。龙游城就在那儿，跑不了。玄蛇王朝现在4面漏风，南边哪还有兵能来救？咱们就算围而不攻，饿也能把他们饿死。等城破了，金银粮食、女人要什么没有，总比待在那个鸟不拉屎的破岛上强。不敢大意，前些日子派去试探的那队人回来说，在城里遇到了怪事。火蛇嘛，老子走南闯北几10年，火蛇见过吗？你这个从打了败仗编出来糊弄鬼的。我侄儿也在那队人里，不管那火蛇是真是假，都得防着。老大放心，就算真有龙，咱们也把它宰了炖汤，正好给兄弟们补补身子。传令下去，今晚加强戒备。他们不敢出城最好，要是敢出来，这龙游城就是咱们的了。老黄，你说这场仗打完了，我还能活着回去吗？想那些做甚？穿上了这身皮，命就不是自个儿的了。要是收了，那也算解脱。将军仁厚，抚恤银子少不了，够你家里老娘妹子嚼用几年。将军待咱们确实不薄，想银足也不克扣。我爹娘说，这年头能碰上个不喝冰雪的将军，是祖上积德了。积德是没得选，老老实种地，风调雨顺也就混个半饱。遇上灾年，卖儿卖女都不稀奇。现在提着脑袋是苦咱一个，真交代在这儿了，家里好歹有条活路。等真打起来，攥紧你手里的家伙，眼睛放亮，多砍一个是一个。要是命够硬，砍出点战功来，说不定以后真能混出个人样。
海盗沉寂了一整天，这反而最危险。夜色是最好的掩护。将军说的是，今夜必须万分警惕。前些日子你和李虎在树林中遭袭，海盗那边可有一种用作攀援的钩索，稍有不慎便会被偷袭了，可不能大意了。虽说宣贯下去了，但底下的兄弟没有亲眼见过此物，恐怕并不会放在心上。松懈，往往就发生在自以为安全的时候，千万小心。有海！敌袭！游艇登场！东侧！东侧！东侧！小子，好样的！按住伤口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东侧垛口，海盗登城，亲卫队，随我来！弓弩手压制墙外钩索，其余人固守板位，防止声东击西。举盾！举盾！低头！找掩护！帮我照顾俺娘。必须夺回缺口！一旦让他们控制墙梯，打开城门，今夜龙游必破！跟我杀过去，不惜一切代价把缺口堵上！是。不要停，往前冲！盾牌手上前，堵住缺口，将他们砍下去！快砍断钩蛇！不能让一个人再上来！爬上去还能被打退，整整3队精锐，堆了100多条人命，就换来一句他们抵抗顽强。首领息怒，实在是龙游守军与海宁那废物截然不同，就连普通兵卒都够了！我不听借口，明日再给你们最后一天休整，后日黎明我会亲自督战，所有马全部押上。现在滚出去！看来是时候动一动那颗埋了很久的棋子了。喝茶。小子，你叫龙岩对吧？是，小子龙岩。敢问前辈是？
仔细看看，不觉得眼熟吗？赵将军，认出来了，心中有货。是，先前梦中见您，并非如此模样，而且那似乎只是残留的印象，并无意识。现在你忘了，你收着一样我的旧物，那本帛册。正是，它并非凡物。你以蛇纹之力日夜感应，加之昨夜血战，煞气与心力交织，终是触动了其中封存的一缕神识。此处可算是那书册之内，亦可是你我意念交汇之境。至于模样，皮相而已。20年前执剑守国是我，20年后闲坐饮茶亦是我，而我寻你至此，便是为了他。这蛇纹吗？正是。此文非胎中所带，亦非血肉可生，你能得知，想必是机缘与命数交织，于某种交界之处被他选中了。至于其源头，我所知的也不过是几片被光阴啃食过的残章断简。我亦是在古籍之中有幸见过，此界曾有真龙遨游，其手枕星宿，其尾扫幽冥。可他们行云布雨，润泽草木，更施长着四季流转、地脉流转，乃至万物生灭的天地书籍。然逢混沌大劫，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，龙族尽皆陨落，龙血浸透九州，龙骨化作山山，龙息散为风云，而他们那不该散去的精魄，便化作亿万光尘，散入山川河岳、日月星辰。其中最为桀骜的几缕本源龙魂，却拒绝与天地同化。他们在人世飘荡寻觅，最终与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跌宕起伏的人族气运产生了诡异的交染。气运盛时，龙魂附之，可铸就一代天骄，匡扶山河；气运衰时，龙魂逝之，亦能催生绝世魔头，颠覆乾坤。如此纠缠千年，那些最古老的魂与运，竟在某种不可知的法则下凝结巨现，化作了这既是祝福，亦是诅咒的纹路。而至于这蛇或者是龙纹，不同人身、不同阶段，所表现也不同。龙魂，真龙，那我究竟成了什么？不必惶恐，此文并非你独享。自我觉醒以来，所见身负蛇纹者已有无止之量。他们之中，有人曾是一代宗师，有人是沙场传奇，亦有人隐于市井，无一不是天纵奇才，命运迥异之辈。他却会自行择主，被选中之人体魄神魂与之共鸣，可借此为引，感知并汲取弥漫于天地间的稀薄的龙魂之力，亦或许便是散落的龙魂余韵。日积月来，潜移默化，淬炼筋骨，滋养神魂。确实如此。我得此文后，体魄增长远超常理，修习武戏亦有神助，过往晦涩之处，往往豁然开朗。但他亦是一道，或许将伴你终生，乃至决定你最终命运枷锁。何谓枷锁？力量从来伴随代价。你可曾察觉，每逢蛇纹之力涌动，胸中杀意便如业火燎原，难以克制，仿佛有另一个更古老、更暴虐的意志，试图僭越你的心神。正是，不止杀意，有时仿佛自己不再是自己，理智如履薄冰，如叶扁舟于浩然汪洋之上，稍有不慎便可倾覆。最可怖的一次，我甚至感觉身躯正在四肢百骸，如有鳞片欲破腹而出，喉间压抑着非人的低吼。哦，体表生鳞，形体异化，这根据古籍所记载，这乃是蛇纹之力涉足极深，近乎返祖的征兆，可归为第三重境界化龙之象。当时我所知者，无人达此境界，但此等不受控的异变，福祸难料，你需谨记。蛇纹是气，你是直气之人，需修以心聚物之功，绝不可堕为物驱心之六。那龙魂纵有亘古之力，亦只是一缕残魂而已。你此刻的血肉以及你自己的灵魂，才是真实的你。
既已至此，我便传你些许引导龙魂之力的粗浅法门。另有一篇静心诀，此诀非为引动力量，而是助心为欲，锁住那随力量苏醒的杀性。心诵此诀，可镇妄念，定神魂。至于引动龙魂之力，须借我当年手书那卷帛册为引，则以极静处澄澈心神，以意念轻触眉心舌纹，如叩门扉，万不可强行冲撞。待有温热流转之感时，方可以口诀为舟，引其力缓缓游走周身经络。记住，你是在唤醒一头沉睡的火龙，当以心神为浆，缓缓阴影。若惊雷般粗暴拉扯，他睁开眼的瞬间，第一个吞噬的便是你的人性。谢将军传道之恩。不必如此。敢问将军，当年究竟为何远渡重洋，最终又去往何方？还有您的舌吻，何以能收放自如至此？当年龙游一战，我暴露舌纹，力挽狂澜，然战事方歇，便有流言如毒蔓滋生，言我身怀非人之力，其心必异，恐为社稷之患。我半生戎马，赤胆忠心，竟敌不过朝堂上几句谗言。察觉被暗中监视后，我连夜离京。刚出京城，杀手便不再遮掩，一路追杀，如复古之躯。我虽奋力斩之，却如割野草，前仆后继，无穷无尽。既不容于故土，我便渡海而去。最终落脚之处，乃南海以东一处名谣蓬莱的海外孤岛。至于舌纹收放，关乎其境界之分。出境醒闻，你已初窥门将，五感超常，体魄日盛，修习诸事，皆得半功之效。二境燃纹便是我如今所在。至此境，方可自主引动龙魂之力洗炼其身，并于必要时燃烧舌纹积蓄之力，换得一时气贯山河，神威如玉。但此境每动用一次，便如剜心取血，不到生死关头，万不可轻启此门。至于三境，按古籍记载，为化龙之境，身与魂合，文与道融，可现真龙之相，翱翔九霄，执掌风云。然此境至今仅存于传说之中，我遍寻古籍，踏访遗踪，亦未闻当世有谁真正抵达。或许那已非人力所能起。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，万变犹定，神于气境，尘垢不沾，俗相不染，虚空凝密，浑然无物。严小子，将军找你。人到齐了。昨夜袭城，人数不过100余。与其说是强攻，不如说是试探。少探回报，海盗船队未见大型工程器械，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只能用钩索攀城，登城后不惜代价直扑墙体。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想要突破至城门，从内打开龙游城的大门，以便他们的大军长驱直入。将军明鉴，末将已加派3队人手轮值城墙，绝不让昨夜之事重演。末将以为，防外虽重，内防亦不可或缺。且敌军若无工程器械，强攻代价极大，定会寻求他法。粮仓、水碱、军械库，这些才是守城命脉。若有奸细混入城中，在这些地方制造混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老鼠所言，正是我所愿。即刻起，粮仓、水井、军械库3处加派双岗，12时辰不间断巡视。城内所有陌生面孔、形迹可疑者，一律暂时收押。
待战事平息后再行甄别。是。休息的如何？今日见你似乎有些不同。云舒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大将，昨夜我又入梦了。哦，这次梦见了什么？可是又得了赵将军的武学传承。此次梦见的确实是赵显将军，但与以往不同，这一次我竟能与他对话。对话？他如今怎何？身在何处？赵将军为严明所在。我梦中所见的他，发须皆白，气度沉静。我问他经历，他只说皮相而已。20年前执剑献首国是我，20年后闲坐饮茶亦是我。是他会说的话。然后呢？他教了我压制、控制舌纹之法，还有一片静心诀，以防再被杀戮之意吞噬神智。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；万变犹定，神为气静。尘垢不沾，俗相不染，虚空凝密，浑然无物。此诀当真玄妙。我虽无你那般际遇，也无那般强烈的杀意缠身，默诵之下，竟也觉心神清明无比。连年征战积累下的戾气与浮躁，都似被其涤去些许。这诀是赵将军专为蛇纹者所创。这赵将军并未明说，也可能是古籍所见。赵将军还提到，蛇纹是气，执气之人须修以心御物之功，绝不可堕为物驱心之流。以心御物，不可为物所驱。不对，那股气息还在。走水了！巨蟹库走水了！有人在撤。什么人？蠢货，尾巴都拖到家门口了。既然敢一个人跟到这儿，那就把命留下吧。虚空凝密，浑然无物。竟然全是死尸。可是发现了什么？是，火场附近有可疑人影，应是纵火者。我一路尾随，至城中一处民宅。人呢？死了。那宅子旁还有其他同伙潜藏。我被6人合围，交手数回合后，欲寻绳索将他们全部抓回营中。回头时，6人已全部服毒自尽，应是在崖中藏有毒药，全是死尸，无一例外。我已命人收敛尸体，或许能查出来处。你做得对，走，禀报将军。出事了，纵火者找到了，但人已服毒自尽。详细说说，在军械库火场附近发现可疑人影，跟踪上去发现同伙6人，与6人缠斗后，6人都服毒自尽，一处窝点便有6人。这龙游城内，怕是不知藏了多少海盗。报将军，水井旁擒出4名可疑之人，正欲投毒。齐将军带人赶到时，他们全都咬毒自尽了。又是服毒，好得很。若非发现及时，半城将士恐怕已经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粮仓附近抓获2人，正欲引火，赶到时2人均咬毒身亡。咬毒？老楚，末将在，即刻召集所有将领。我们要面对的，不只是城外的海盗，还有早已钻进城内的毒蛇。是。猖狂，实在是猖狂至极！
这帮海盗杂碎竟敢把爪子伸到城里来！够了，喊你们来是让你们来骂街的吗？都说说，眼下这局面该如何应对？末将以为，当立即增派在城中不间断巡逻，12时辰轮迹可疑面生口音部队者，立即拘押审问。非常时期，当用重险，宁可抓错，不可放过。龙颜，你既在此，想必也有思量，不必顾忌，但说无妨。回将军，宁可抓错，不可放过，此举不妥，会有隐患。放纵奸细才是最大的隐患，只怕藏在暗处的海盗细族会趁机煽风点火，鼓动民变，届时外有强敌，内有乱民，龙游城不攻自破。那依你之见，就放任不管？其一，可疑之人要查，但要想方法；其二，当务之急是立即派可靠之人，此非城之事，更需谨慎，稳住民心得成事。龙游城城墙再高，也难以抵挡海盗大军。龙颜所言的确如此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便照此办理。便由你部协同，在核查户籍时，重点盘查各访时陌生面孔与可疑行迹。末将遵令将军。末将以为还有一处需万分警惕，城门，尤其是夜间值守城门之人。城门防务，尤其夜间值守人选，便交由你亲自把关。末将领命。家里有人吗？我们是核查户籍的。来人！叫所有头目速来见我！首领，是不是要干他娘的了？兄弟们都憋坏了，早就该总攻了。磨磨蹭蹭，等秦狗的援军来吗？闲出个鸟了！尽快总攻拿下这龙游才对。到时候咱们进去干他一瓢大的！都给我闭嘴！我知道你们急，前夜的事儿都忘了。那不是龙游守军推邪性，跟不要命似的。邪性，还是你们无能？上了墙还能被打下来，自己想想丢不丢人？勾手的路子已经断了，长空！你们自己掂量掂量，要填多少人命进去才能砸开那乌龟壳？啊！你们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心里没有数吗？一群废物，光长头不长脑子！亏你们这么多脑袋，一个屁都蹦不出来！都听好了，下去整备人手，检查兵器。明日辰时，全军压上，强攻龙游。首领，强攻的话，代价？谁说强攻就一定要用云梯去堆人命？城门自然会有人从里面我们打开，你们要做的就是在门开的那一刻，给我像潮水一样涌进去，碾碎他们。首领英明。现在的我一个能打10个，我已经开始期待破城后的场面了。海盗，好多，好多！击鼓，快击鼓示警！一起，全军登场！架势是要拼命了，传令！所有能持械，全部上城！将士们，身后就是家园父母，脚下已是最后城墙。今日有死无退，半步不让！杀退海盗！杀！
堵住，死也要堵住！他娘的！新将军，城门丢了！亲卫队全部跟上，给我把城门甬道夺回来！用你们的命去填，也得把口子给我堵上！司令，火油，把这城楼给我点了！老虎！来呀！杀进海盗！不住！都该死！怪物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会是那条火蛇？它又来了！他们逃命啊！一群废物！撤！赶紧撤退！杀！统统杀！小妍，小妍。小妍，还认得我吗？我是你云叔。小妍，你不记得我们了吗？我是你云叔，后面的是老楚、老陈，还有好多和你一起守过城、喝过酒的兄弟。小妍，醒醒！小妍，醒醒！你休想！我回去！杀！小妍。小妍，别怕，书在这儿。小妍，别怕，
快，军医，把所有还能动的医官都叫来！小心点，把他们抬起来，去生命营，快！走！忍着点儿。这脉象，将军，初步清点，守军阵亡超过70%，能战者已不足600，其中还有一半皆是新兵。城门及附近外墙损毁严重，火油、箭矢、滚石几近告罄。知道了，让还能动的兄弟轮流休息2个时辰，组织所有民夫连夜抢修防御工事，重点在于城门。清点所有库存，1粒米1支箭都要心中有数。派出最机灵的斥头，盯紧海盗退走的方向。我要知道他们是真的退了，还是在酝酿下一波。是。今天想吃什么？妈，爸。怪物？不，我不是怪物。你不是怪物？看看你那身鳞甲，感受你指尖萦绕不散的焦糊味。李虎最后抓住你时，你周身翻涌的高温，难道不曾灼伤他已然染血的手掌？
赵简将军，无妨，坐。我又化龙了，他们看我，都像在看怪物一样。我能理解你遭遇这一切的心情，在外人眼里，我们这类身负非常力量的人，的确就像是怪物一般无二。但你可曾想过，何谓常？日出月落是常，烽火连年亦是常。你所困惑的，并非怪物与否，而是你以何为参照来定义自身。你只需要做到一件事，时常审视自己的内心。我且问你，你的初心是什么？是为了杀戮的快意吗？是为了攫取那焚烧一切的无边伟力吗？初心。不可失去，必须守住正直。化龙非我所愿，分地亦非我本意。我只是不想失去他，不想龙游陷落。我化龙是为了守护身后的百姓，守护同袍以及虎树。记住今日之物，这份对于守护的决绝，便是你灵魂深处所埋藏的初心，是你驾驭着蛇纹力量的缰绳。往后岁月，世人目光或畏或敌，或捧或杀，皆如浮云过眼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能摧毁什么，而在于你清楚地知道你为何而执剑，又愿意为何而收敛锋芒。认清你的心，便能认清你的路。是，多谢赵将军教诲。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；万变犹定，神云气静。他醒了，快拿水来！快去禀报秦将军，龙爷醒了。所有战争都没有赢家。钱统领，下去吧。是。小妍，现在觉得如何？有没有哪里特别难受？云说，我还好，就是没力气，浑身都痛。你我之间不必这些虚礼。云叔，胡叔，他怎样了？他比你早一日醒来，性命保住了，左腿筋骨重创，再难上阵中杀。我去看看他。别动，别动。等你好点了，我带你去看他。云叔，我有点饿了。去厨房端一碗温热的白粥来，要软烂。一会儿我命人来接你回我府上休息。这里人多眼杂，你的情况特殊，一定要掌控蛇纹力量，护住身边的人。少少爷，胡伯，哎呦，您这是？将军只说您受了伤，让接您回府将养。老奴万没想到，竟伤成这般模样。不妨事的，胡伯。战场上我亲自聊了一下，看着唬人罢了，有劳您深夜跑这一趟。您这话可是折煞老奴了。您这身子真能自己走？要不
老奴换2个稳妥的仆役，备个软架抬您回去。我能行的。小少爷，当心，千万当心！您看，没骗您吧？能走就好，能走就好。那咱们这就回府，您慢着点，不着急。自打前2日，将军亲自带回一位浑身是血的伤员，府里便是这般状况了。听将军说，那位爷伤得极重，营里条件简陋，只草草包扎了，便急急驶回府来。请了城中几位最有名的郎中，在厢房里忙活了1天1夜，才算勉强稳住。血水端出来一盆又一盆，看着都吓人。胡叔，他现今如何了？那位爷就安置在东厢暖阁，您既挂心，老奴这就引您过去。只是郎中吩咐了，须得静养，最忌惊扰。该给虎爷喂药了。我来吧。胡叔，胡叔，小爷，你来了。您先别说话，慢慢起来。胡叔，对不起，我又伤着您了，我还控制不住那股火，灼伤了您。傻小子，看见你好端端在这儿，龙游城也还在，比啥都强。可是秦将军说您的腿……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准能好利索。到时候还得教你新的刀法。醒了，昨夜休息的如何？托云叔的福，恢复得很快，已无大碍了。随我来，有些事需与你谈谈。关于你化龙之事，城中已是人尽皆知，消息传出龙游是迟早的事。我真正担心的，并非外人如何议论，而是你最终是否会步上赵简将军的后尘。赵将军当年，朝廷猜忌，同然排挤，最终落得个……云叔，若真有那么一天，朝廷不容，天下难容，远走天涯也好，但无论我去到哪里，您永远是我的云叔，龙游永远是我的家。你真的甘心在龙游最需要力量、李虎重伤未愈时一走了之吗？你的初心允许你这样做吗？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如何控制力量，薄策或许正是关键。我尝试过内观，薄策指引了方法，但非常模糊。每次引动力量，灵魂像被灼烧。灵魂灼烧，这便是代价吗？我会为你争取时间，我愿意。云叔，谢谢你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担子得自己扛。如果又是一条与赵钱相……
门他娘的都踏破了，眼看就要成了，功亏一篑，功亏一篑呀！那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？人，传令。第一，挑出最机灵、最不起眼的水耗子，盯住2件事：那个能化火的少年一切行止动向，还有龙游城如今的底细，伤亡几何，城防修补如何，粮草军械还剩多少，人心士气怎样。第二，整顿残部，即日拔毛返航。第三，回去之后立刻派人去请先生过来，下一次绝不会再有任何惊喜。是，大当家。此处曾是赵简将军暂居时静思之处，或许还留有些许旧日气息。老胡，老胡，老胡，有件要紧事需你亲自走一趟，带2个绝对可靠、面孔生嘴巴严的伙计，扮作行商，往京城方向去。此行有3问，却不可明显打听。第一，沿路听听，朝堂近来可有什么关于边镇异象、祥瑞或妖异的新鲜说法？尤其是涉及火、龙形的传闻，只听不问，记在心里。第二，寻访旧书寺古玩摊，或与年老的说书先生一馆老吏闲聊。
留意所有关于前朝秘闻地方志怪，尤其是与已故赵景将军相关的任何轶事，有力记载，或他生前结交过的奇人异事传闻。第三，沿途收集各州府近年刊印的杂记地方志，特别是记载山川地理物产异闻的，买下带回。此事更要春风化雨，不可强求，更不可提及将军府。老奴明白，此行只为采买杂物，顺道探亲，绝不生事，不留痕迹。资金在此，路已备好，速去速回，平安为上。来人，请处副将。将军，海盗退而不散，其心必叵测，我们不能坐等其卷土重来。你即刻挑选一队精通水战、善于隐匿的老手，配快船出海。末将领命。是盯死他们老巢，还是不？他们的任务是拽在他们撤退船队的后方，保持距离，观察其最终汇合或分散的方向，同时在龙游外海至附近主要航道的岛屿暗礁去巡弋，建立隐蔽的瞭望点。我要知道他们是否在远处重新集结，是否有新的船只加入，日常活动有何规律。最重要的是，留意其船队中是否有形制特殊、不类寻常海盗的船只，或举止异常的人物出现。将军是怀疑他们下次来未必只是硬碰硬，可能带了帮手或新东西，有备无患。记住，你们的任务是眼睛和耳朵，不是刀剑。除非被发现且无法脱身，否则不许接战。定期通过信鸽和安全线路回报。我要持续不断的消息流，而不是等到大军压境才执行。末将明白，定不让那群杂碎脱离视线。将此妾送至伤兵养主事医官处，以我的名义，请他从军中药库及城中各药铺调集或采购以下药材。药材需品质上乘，备齐后直接送至府内管制，他自有安排。另外，告知医官，此事乃为抚慰此次守城将士中受京剧失眠所苦者，统一调制安神汤地，不必升帐，照常登记即可。是。时间，但愿还够。